干什么？诸葛孔明怀疑你了？怪我不够谨慎，让他有所怀疑。虽然昨晚遮掩过去了，可以他的疑心，日后一定时刻紧盯着我。我怕到时候遮掩不好，会出什么乱子。你本就不是会撒谎遮掩之人，以他的眼力，你遮掩的再好，也逃不过他的眼睛。那我该怎么办？那就不要遮掩，做你自己。他不是说你像以前的模样，那你就做回以前的钟雪曼。你只要自信，你做什么便是什么，他拿你没有任何办法。以前的钟雪曼，那你的意思是，他要是再怀疑我，我就打他一顿？未尝不可。我倒是挺想揍他的，现在都开始期待了。下手狠点，我也忍他很久了。干什么？霍府有情况。船家，帮我搬下行李。我说话你听不懂吗？我们还要赶路呢。二位这么着急，是要去往何处啊？你俩最好识相点，别逼我们动手。 我们是不会跟你们走的，大不了跟你们拼了！萧哥，不要！当年，我的父兄为了刀场的存活，强迫我嫁给了霍将军，但在进入霍府之前。 我和孝哥就已经私定终身。进入霍府后，我便惶惶不可终日，直到3年前，孝哥不惜为了我，卖身霍府，拜将军为师。可将军毕竟老了，还是没能瞒得过他。直到半年前，霍将军发现了我跟他的关系。 将军一怒之下，便将我毒打了一顿。我身上的伤至今未愈，而孝哥为了平息将军的怒气，不惜自废双手，把手伸进油锅里，以此谢罪。霍将军知道了你们的关系，还会把你们留在霍府？说实话，我也一直想不明白这件事。自那之后，他就一直在书房里对我跟孝哥。 不闻不问，甚至当做这件事没发生过一样。他越是这样，我们就越是慌张。以将军的实力，我们哪也不敢跑，就这样一直煎熬着，直到他死的前一日，他更是做出了一件让我跟孝哥始终想不通的事。老爷。 休书。薛青山拿到的把柄，正是这份休书。前不久，我发现自己怀了身孕，霍将军有隐疾，定然知道这孩子不是他的。隐疾？霍将军没有生育能力，早年
在战场上伤了根本，这些年一直在服药，却一直没有医好。英美一旦显怀，我俩都必死无疑。怎么都是死，所以我向将军坦诚了此事。可没想到将军却给了我这份休书，上面写着，他虽然厌恶我，但看在我腹中孩儿的份上，愿意放我跟小哥一条生。将军如此对我们，我们感恩戴德都来不及，又怎么会杀他？霍将军是行伍出身，以前虽也脾气暴躁，对府里人较为苛刻，偶尔会动手打人，但也就事论事，赏罚分明。可这半年内，他的脾气变得更加反复无常，频繁动手打人，他的那些弟子都苦不堪言。前些天，我经过他的书房，听到了奇怪的动静，居然看到老爷。老爷，食生肉，如野兽。那应该是霍将军所中迷幻药的症状。第二日我再见到将军，他却丝毫不记得昨夜之事。我也不敢声张，所以便将此事埋在了心里。过了不久，他便将此休书给了我。我打听到，这半年内霍将军夜里一直独自住在书房。这跟审讯的结果一样，霍将军因为发现了霍夫人和李孝的奸情，所以才一直住在书房。半年内，霍将军一直让冯姨娘去陪他。自己新娶的夫人偷情，才想起原来小妾的好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冯姨娘亲口说的，她跟霍将军感情很好。是感情很好，那管家还说霍将军爱喝茶，冯姨娘为了霍将军特地拜访了名医，学了一手养生茶，天天给他泡，霍将军喜欢极了。那管家还说，霍将军之前脸上都没有笑容，但只要一喝茶，嘴都裂开了。冯姨娘，冯姨娘也没有杀人动机啊。问题的关键不在冯姨娘，而是霍代荣。霍小姐，她有什么问题啊？我们之所以怀疑霍夫人和李孝，并不是空穴来风。从我们夜访霍府开始，霍代荣就有意无意地把我们的查案方向指向他们二人。如果不是那封休书，仅凭着补药上的毒粉和他们二人的奸情，在没有别的实证的情况下，便可认定他们二人就是凶手。怎么了，师妹？霍代荣识破了你的身份，并没有揭穿你，是否也在利用你，借你的手揪出霍夫人和李孝的奸情？不是，你们是不是想多了？那霍小姐站在她的角度，一切都很合理啊。她发现了霍夫人和李孝的私情，自己爹爹死于非命，她想将他们绳之以法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况且她也没有杀人动机啊。不管他有没有动机，如今霍夫人已经伏法，整个霍府最得力的就是霍代荣他们母女，这是事实。霍小姐，是在找他吗？是你杀了霍将军。没错，是我。可他是你爹。我爹？哪个爹会这么对自己的女儿？从小到大，我就像个令他生厌的物件，永远视而不见。后来他娶了那个女人，任由那女人欺负我们，针对我们。可他呢，装聋作哑，听之任之。难道我不该恨他吗？难道我不该杀他吗？胡说！将军，是我杀的。半年前，将军遇到了烦心事，时常让我去书房陪他。后来无意中，我遇到了一个跛脚郎中，他给了我一瓶丹药，只要把丹药研磨成粉，放入茶里，将军便会忘掉忧愁，对我也会恩爱有加。本来我也是不相信的，只是想试一下。没想到将军喝完茶之后，果然精神百倍。从此将军每日都要让我去给他煮茶，对我也是越来越好。
可是后来，我渐渐发现有些不太对劲。药引，没错，将军的精神越来越亢奋，但是他的脾气却越来越暴躁。我曾尝试着给他停茶，将军，今天的茶就这些了。可是那时候的将军，像一个发狂的野兽一般，对我更是下重手。没办法，我只好继续给他煮茶。本以为我自己忍下去就好了，可没曾想，有一天将军喝完茶，将军，这么晚了还没有歇息啊？将军，我服侍您去歇息吧。我要杀了他！我要杀了他！将军，我要杀了他！将军，你别拦着我！别让他跑了！别让他跑了！他是来找我报仇的！将军，将军看蓉儿的眼神，我永远都忘不了。我绝不允许他伤害我的蓉儿，所以我决定杀了他。那时他已经察觉不到异样了。之后我就加大药量，看着将军越发的疯狂，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自己把自己掐死。娘，夫人，你们都不要为难了。娘，娘，您怎么了？娘本来想着给你找一个好人家，看着你出家，可现在怕是不行了。娘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娘来之前服了毒，杀人偿命，只想走的体面些。蓉儿，娘舍不得你。娘，娘，玉玲，奴婢在。小姐，就拜托你了，你一定要照顾好小姐。是。娘，夫人，娘，夫人。有没有找到救师兄的办法？我翻遍了所有医书，都没有找到办法。但我有个新的想法。这火蝉是什么？我怎么从未听说过？火蝉极为稀有，它是一种只生长在火山口的草药，其形长得像蝉，所以名为火蝉。若是以为火蝉为引，或许能够起到克制凝血寒的功效。我师父的医书上记载，只有京城鬼适用。火蝉在这儿，那就是火蝉。别动！
东西卖多少钱你能出多少钱？50两，够不够？老朽卖东西的规矩是一物换一物。姑娘的眼睛很漂亮，不知道能不能用此物换姑娘一只眼睛？换不换在你。怎么回事？把东西找出来！休想！你跑不了。你这个女娃娃真是个高手。这么快，小心！你是何人？没事吧？不用追了，追不上。怎么了？你眼睛怎么了，师妹？看不到了，